本視頻會講解元素週期表。多年來，多位科學家發現了眾多不同的元素，因此他們嘗試把不同的元素分類。結果，他們指出各元素都具有週期律的特性，即不同的元素，它的性質會作不斷重複。在1869年，俄羅斯化學家德米特里門捷列夫將當時已知的63個元素以表格形式排列，他把具有相似化學性質的元素排列在同一縱行上，他的表格被稱為元素週期表。經多年來，這表格經過多次修改，成為現代的元素週期表。在現代的週期表中，元素按原子序由小至大排列。坊間有不同類型內容的週期表，引起同學對週期表的疑惑。例如，你可能會發現質量數和原子序數的位置互換。例子：碳元素的核心符號，它的原子序數和質量數的位置不同，被顛倒過來了，可能引起一些混亂。同學只要記着數字小的為原子序數。在上一個視頻曾經講解核心符號內各文字的意義，讓我們再次用碳元素為例子，再次說明核心符號由3個部分組成。最右邊是元素符號，它由1個或2個英文字母組合成的，因此元素符號的 C 代表碳元素，它的頂部是原子序數。從數字上，我們得知該元素的質子數量。底部的數字告訴我們該元素的質量數，亦即是該元素的加權平均質量數。從以下的元素週期表中，原子序數寫在核心符號的頂部，與之前影片所述不同，因為在元素週期表中的位置是取決於原子序數的大小。因為元素週期表中的元素都是按原子序數遞增作順序排列。另一方面是元素的質量數是用相對原子質量取代。門捷列夫在完成繪製週期表後，他發現某些元素會有相同的化學性質及會以規律的區間重複出現。同時他的研究指出各元素它們都具有週期律的特性。而週期表內的每一個橫列被稱為週期，週期表共有7個週期。與此同時，週期數相等於其各原子擁有電子學層的數量。例如第一週期氫元素的原子只有1個電子學層載有電子。第二週期鋰的原子有2個電子學層載有電子，如此類推。週期表內各元素性質，從左邊的金屬元素漸變為半金屬到非金屬元素。例如，在第二週期中，鋰是一個活潑性高的金屬，之後是半金屬的硼元素，其次是活性較高的非金屬氧和氟，最後是氖元素的硅氣體。